坚持吃大蒜到底是升血压还是降血压？医生说出真相，早知早受益。我们社区有一位特别热心的刘大姐，退休已经好几年了，但天天为了社区的事情忙个不停。刘大姐身体很不错，就是有点轻微的高血压。她平日里也不怎么吃药，非常迷信食疗的效果。每次网上传出什么食物可以降血压，刘大姐绝对是第一个知道并尝试的。最近刘大姐从网上看到说吃大蒜可以降血压，于是又采购了一批大蒜回家。每天做饭离不开大蒜，下饭的小菜是腌大蒜。有的时候刘大姐还就着饭生吃大蒜，每一次都被辣得满头大汗，血压降没降不知道，反正汗是没有少流。坚持这样吃大蒜一段时间之后，刘大姐每天感觉到特别烧心、胃疼，尤其是吃大蒜的时候，这种症状最严重。到医院一检查，胃出毛病了，原因是刘大姐最近一直吃大蒜导致的。这让刘大姐很不解，大蒜不是功效很多吗？不但能够降血压，还有杀菌消炎，怎么可能引起胃病呢？医生见多了像刘大姐这种想要养生，但不得其法胡乱吃东西导致身体出现问题的人，耐心的给他解释了原因。刘大姐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原来一直都做错了，难怪会引起胃部的不舒服。于是刘大姐专门跟医生请教了有关大蒜的正确吃法。一、大蒜能降血压吗？大蒜我们都不陌生，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，每顿饭里面都少不了它的身影。大蒜有刺激的味道，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，生吃都可以接受。但不喜欢的人对大蒜的味道是敬而远之，尽可能的不去接触。大蒜不但是食材，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大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和其他一些矿物质，经常食用对人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。中医认为大蒜可以调节脾胃，加速消化，理气和中，对消化不良、胃口不开的症状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大蒜中提取的大蒜素有很的好杀菌消炎作用，多被用来治疗痢疾、急性腹泻，对肺炎、伤口化脓等都有比较好的治疗作用。在农村，一些人肚子不舒服，会将大蒜放在火里面烧熟，然后食用，效果确实很不错。现在的研究发现，大蒜对一些真菌、细菌、病毒都有很好的抑制和杀灭效果。临床上已经开始用大蒜的提取物来治疗一些真菌感染，所起到的作用很不错。尤其在一些孩子身上，大蒜提取物的治疗效果非常明显。骨髓移植过程中，病毒感染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。目前来说，还没有任何一种抗生素或消炎药能够对这种病毒感染有太多的办法。唯有大蒜素可以比较有效的抑制和预防这种感染。大蒜素是目前骨髓移植领域公认的有效治疗药物之一。不但如此，大蒜素对于消化系统、血液系统等都有很好的正面效果，还可以预防和治疗一些肿瘤。现在的医学领域正在越来越多的用到大蒜素药用价值，可以说在所有的药用食材当中，大蒜是独一份的。大蒜有这么多的药用价值，那究竟能不能用来降血压呢？大蒜降血压也是大蒜素的功劳。大蒜素作用于心血管的时候，可以降低胆固醇，抑制并且降低血小板的活性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，从而起到降血压的作用。不但如此，大蒜素对心律失常、心肌缺血、心绞痛、冠心病等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。二、食用大蒜的禁忌。大蒜素的作用很大，那么可以直接通过食用大蒜让身体获取大蒜素吗？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含量很低，一克大蒜中大蒜素的含量仅为 0.003 毫克，而且大蒜素的形成是十分苛刻的，蒜氨酸和蒜酶要跟空气中的物质发生反应才能够产生大蒜素，因此光是靠着食用大蒜来获取大蒜素是不现实的。大蒜毕竟是带有刺激性的，如果直接食用大量大蒜的话，会刺激肠胃出现不适的症状。在剥蒜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让指甲缝里面进去大蒜汁的话，会十分疼痛，这是因为大蒜会刺激伤害皮肤黏膜。不只是这样，大蒜带有挥发的刺激性味道，还会让眼睛等比较敏感的器官受到一定的影响。中医认为大蒜不能够久吃，因为过量食用大蒜会伤害肝功能。肝清则目明，大蒜吃多了对眼睛也不太友好。大蒜本身是温性食材，对身体虚弱上火的人来说，
是不建议食用的，不然会加重肝脏的火气，导致身体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。日常食用大蒜的时候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？不能空腹吃大蒜，空腹吃大蒜的伤害有很多。在肠胃中没有食物的话，空腹食用大蒜会严重的刺激胃肠黏膜，让人产生肠胃溃疡等疾病。而且空腹食用大蒜特别容易引起腹泻。任何食物如果过量食用，很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。大蒜也是一样，有的人特别爱吃大蒜，每一顿都要吃好几个蒜头，这样不但会让肠胃受到伤害，而且大蒜刺激性的味道会影响其他人，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。大蒜吃多了还特别容易上火，造成体内火气旺盛，面红耳赤，嘴角生疮。3. 不适合吃大蒜的人群。大部分北方人都有生吃大蒜的习惯，吃饭如要少了大蒜，总感觉有点不过瘾。吃饭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，很多的俗语都说明大蒜在饮食中的地位。但有些人是不适合食用大蒜的，有胃病或者消化道疾病的人是不建议食用大蒜的，尤其是生吃大蒜的时候，会让肠道、脾胃都受到严重的刺激，从而加重病情。大蒜有很好的杀菌效果，如果出现细菌感染性腹泻的话，食用大蒜是有效果的。可是有些腹泻并不是因为细菌所引起的，比如肠胃虚弱的人是会经常出现腹泻的，这个时候是不能够食用大蒜的，不然不会起到治疗的作用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大蒜强烈的刺激，甚至可能让本来就很脆弱的肠道出现充血、水肿等严重后果。肝功能不全的人也是不建议食用大蒜的。前面说过，大蒜吃多了会引起上火的情况，肝功能不全，食用大蒜的话，会让肝火更旺，从而加重对肝脏的伤害，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。患有眼病的人最好也是不要经常性食用大蒜，大蒜吃多了会出现眼部发干、眼屎增多、眼部红肿等情况，所以眼睛不舒服的话，最好是不要吃大蒜。4. 高血压患者的饮食。高血压是现在社会中很普遍的一种现象，患有高血压的人群现在越来越年轻化，因此了解高血压人群的饮食利弊是很有用的。高血压患者的饮食要遵循低盐、低糖、低脂，日常的生活中的所食用的食物一定要清淡为主。下面的几种食物是高血压患者需要远离的。1. 腌制类食物。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腌制食物，都是含有大量盐分的，对患有高血压的人群来说，食用的话会引起体内的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腌制的食物中还存在大量的亚硝酸盐，是有很强致癌性的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尽可能的不吃此类食物。2. 高糖分的食物。对血压高的人来说，食用含有大量糖分的食物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。糖分不但会严重的影响血压、血脂，而且还会让身体的血糖快速升高，让身体患糖尿病的风险大大增加。3. 高脂食物。如果家里有患高血压的老人，就一定会知道，医生在治疗的时候是会反复强调一定要少吃大肉，因为大肉是高脂食物的代表，高血压患者的血稠度就已经很不乐观，如果再食用脂肪高的食物，是会加重这种情况的。除了这几类食物，还有一些食物是高血压患者要多吃的，如果经常食用的话，对降血压是很有帮助的。浆果的降压作用很好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食用一些可以降压的水果是一种很好的饮食习惯，因为水果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可以满足身体的健康需要。蓝莓、草莓、覆盆子等浆果都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这种物质对降低血压很有帮助。钾元素对于降低血压是很有好处的，所以一些富钾的水果和蔬菜平时是可以多吃的，比如香蕉、紫菜、芹菜等。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平时吃的食物尽量要营养均衡，粗粮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。粗粮中含有多种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，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压，并且对肠道非常好。结语：其实平日里我们食用的各种食物都有着很丰富的营养价值，日常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，有辨别的去食用对身体有好处的食物，千万不能偏听偏信。就比如吃大蒜可以降血压这件事，确实大蒜是有降压效果的，但光靠吃大蒜想要让血压降低，无疑是不可能的。
健康饮食一定是要有科学的依据。